大嫂，祖母说了，今年天气特别好，收成也会很好，我种的花花长得也会很好。大嫂，好端端的，怎么突然间就打雷了？真钱哪有命重要？你看看外面，每天饿死多少人？你去陪地主家的傻儿子睡一觉，还能换碗饭吃。我不要。走，走，快走，快！前世并非丰年，2个月后凉州大旱，商家坐地起价，饿殍遍野。怕是要下雨了，先回去吧。怎么晴天打雷了？没有吓到你吧？我听老人说，天有异象，必有大灾。万一西北真的发生旱灾，国库又因为临川战事吃紧，朝廷怕是没有多余的钱粮赈灾了。慎言，此等妄议朝政之语，断不能出自萧家之口。我知道，我们可以找人暗中打听西北那边的情况，秘密囤粮。若真有旱灾，这些粮食可以解燃眉之急；若无旱灾，我们再想办法把粮食倒卖出去，不会亏损太多的银两。打探消息的事，我来想办法。但筹粮所需的银两，可不是一个小数目。我去说服祖母。有时候我觉得，你像是能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一样，就像当时，你能预知到萧家会发生不测。我也只是猜测。我没有别的意思。若冯奎所说的军粮账册，其实是私盐账册。如今父亲已死，幕后之人并未放过萧家，那这个账册应该被父亲藏在凉州。查凉州农务。说走就走，就不能告诉我为什么？难道不知道我很担心你吗？凉州年后就不曾降雨，新任太守好大喜功，对此根本不曾上心。我去查阅了历任太守令对灾年的记载，你的猜测很有可能成真。那我现在就开始囤粮。祖母已经帮忙做好了各路文书，若此事能成功，不仅能够解旱灾之困，还有助于萧家祈福。再让阿言上一步，说不定重振萧家有望。慢点儿，慢点儿，这边，放这边。好嘞，好嘞。这袋放这儿吧。好，来，慢点儿，慢点儿。好，小心点儿。还有，来，放这儿。放那边就行。好嘞。
你不是在当值吗？怎能回来了？今晚第一批粮食已经到了，我怕你太辛苦，就提前回来一起帮忙。最后了，小心啊，让着点。慢脚，好嘞。放这儿就行。来。是你。齐世子，为何鬼鬼祟祟进我萧家？我听闻，最近有人暗中收购粮食，虽然分了好几条路子，不过最终都流向这一个地方。你们为何鬼鬼祟祟的囤粮？我高兴，我乐意，不行吗？如此大肆囤粮可是重罪。谢六，你最好跟我说实话，否则我就去御前告你一状。囤粮之事是我干的，与他无关。你说什么？西北有大旱？你敢隐瞒不报？是将有大旱，我现在上报，那是妖言惑众。别人我不了解，你我能不知道？你若没有十足的把握会有旱情，你会这样做？你完全可以上报，但你却选择私下囤粮。我猜是你这位嫂嫂的主意吧？你们该不会是想发国难财吧？齐世子，那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样做也可以平掉梁家呢？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心思深重。我信你这么想，可你这位嫂嫂，真的是为了赈灾，再无其他心思？世子此话何意？我自然是为了赈灾，若是为了挣钱，我何必如此大费周章？所以，我猜苏姑娘所图更多，比如灾情一起，你用粮草做筹码为要挟，送谢六一场平步青云。苏姑娘，我说的对吗？囤粮之事为国为民，我为萧家谋一点私利，无伤大义，有何不可？哼，谋私利也能被你说得大义凛然？为何不能？纵然世子知道萧家是冤枉的，不也权衡利弊，保全自身？如今世子问我为何，我为的是萧家老幼妇孺，在无权无势的时候，不会被人踩在脚下。苏景元，你不就是想让谢云燕出头，对吗？是。好，可敢与我赌一场？齐正，你有什么必要为难他？赌什么？我不阻止你们筹粮，甚至还可以帮助你们。但灾情一起，粮草必到。我会运作，让谢云燕领赈灾钦差一职，给他一个平步青云的机会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一切的前提是你笃定有旱灾会发生。那是自然。如若没有，我苏锦元任凭世子处置。
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齐世子，天色不早，已经黑了，请你离开吧，否则被人发现你与我萧府来往过甚，小心世子苦心经营的纨绔面具就这么掉了。这个世子倒有些爱民之心，将来说不定会有大作为。在你眼里，我就这么无能吗？我难道要你牺牲你自己，来换我的平步青云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不想你再那么辛苦。可你也不能任由其生败部。你怎知他要什么？万一他要……大不了让我为奴为婢，我不在意的。可我在意。如眉曲线起层层漩涡，跌跌撞撞故事错综，纠葛面容之下是我熟悉轮廓。别再委屈你自己，彷徨挣扎依旧，谁都不配，包括我。共你半生年轮蹉跎，这年起那年落，终究逃不过是与非，因与果。与你此生仓促落寞，与不悔的执着，写黑暗中一盏烛火。共你半生年轮蹉跎，这年起那年落，终究逃不过是与非，因与果。与你此生仓促落寞，已不悔的执着，写黑暗中一盏烛火，默默守护着你，如我。我在潮汐的尽头等过你很久，潮落摧毁了春秋，我也不曾走。风轻轻的渗透，还是雨渗漏，星空捎来温柔不及你一声问候。我在潮汐的尽头等过你很久，思念让季风吹皱，也为你奔走，雪落让人白头，我破釜沉舟。海啸过后会看见你回首。